喜欢古装白发吗？我在轩辕剑里的白发造型，我一开始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但是在定妆之后拍了几天，觉得，哎呀，我其实还是能 hold 住的，就觉得，白发还是挺仙儿的。我觉得人生很长，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尝试的。我觉得人生很长，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尝试的。我觉得人生很长，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尝试的。The itsy bitsy spider went up the water spout. Down came the rain and washed the spider out. Up came the sun and dried up all the rain. The itsy bitsy spider went up the spout again. So the itsy bitsy spider went up the spout again. 接续上一集，两封不同妈妈声明、17人名单和于朦胧类似哭声的外送员影片被注销的工作室，网友开始怀疑于朦胧死因不单纯，纷纷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开始替于朦胧发声，要求立案。现在你们看到是类似脸书结合 IG 的社群媒体，我称为小黑书。这上面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分享自己的心情记事。搜寻于朦胧这3个字，全部出来的报道都是媒体文章相关文，内容都是关于于朦胧的意外报道。我刚刚不是说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账号吗？但为什么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相关的网友分享关于于朦胧的事情？因为谣传你会被系统屏蔽掉，接着你会收到违规通知，无法再发文。一开始先是于朦胧的照片被禁止，接着是他的微信卡通大头照。我不放人的照片，我放宠物可以了吧？或是火腿图案不行，我打字可以了吧？ Red card。从网友提供的影片可以看到，只要看到有关于于朦胧狗狗的贴文，点进去看贴文就会马上消失。不谣传的我也要亲自试试看。在10点31分，我亲自上传于朦胧的照片。在10点47分，我就被 GG 了，恭喜喜提1张红牌。如果只是意外，有必要这么大动作，连到怀念或者悼念都不能吗？接着这股禁鱼的风潮开始走向迷幻式的方向，因为开始有完全不相干的店家莫名被封号，例如酸甜可口的柠檬。对的，为什么被封？因为于朦胧的粉丝名称就叫柠檬，后来谣传连同音不同字一样会收到警告通知，被封锁账号。举凡渔具或是钓鱼爱好者，谣传都无辜受牵连等等，这是真的吗？直到我看到一个卖三文鱼、鲑鱼的老板发文问网友为什么他账号会被封，网友说因为一位明星坠楼，跟他有关的全都会被禁止。你们知道老板回答什么吗？那个明星是常吃三文鱼，还是抱着三文鱼坠楼的？这是另一位网友分享的，他自己看到卖鱼卖柠檬，就在他眼前被封号了，观赏鱼呢也不行。再一次让大众怀疑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去禁止和于朦胧有关的所有东西。于朦胧坠楼小区根据公开报道，地点位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名为阳光上东的住宅区。透过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小区的位置和周遭环境。有全球知名连锁饭店，有国际展览中心，国家级重点美术馆，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透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事发地的阳光上东小区，周遭环境非常良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信义区的高级住宅，结合天母生活圈外加松烟和华山文创园区的综合体。此小区也住了多位明星艺人，相信治安一定非常良好，警力部署一定非常充足。这张是网友分享9月的卖房网站。在9月11号于朦胧事件发生后，网络上有网友发现事发小区开始出现抛售潮，这我也能理解，因为不论是自然或非自然死亡，毕竟有些人还是会在意。但是有网友说抛售的程度有点超乎预期，
甚至连价格都低到离谱。我们以发布的时间来看，有一位网友在2小时前看的是70多套出租或出售，而在1个小时前，有网友说已经到了90多套，再来已经到了157套。我自己也在11月亲自上网查询一下，从原本的157套到现在是328套，短短2个月的时间，从一开始网友说的70多套，到现在增加至328套。房价也有所下降，也许就像我说的，可能小区居民只是很在意，不希望住在有发生案件的地方。直到另一个恐怖的谣传出现，或许这个抛售潮不一定是因为在意有案件发生，而是其他的不得已原因。还记得上一集谣传狗仔接收任务，要偷拍疑似于朦胧被设局的不雅照片时，狗仔们听到好大一声声响吗？当时谣传是于朦胧第一次被丢下楼，我取当时的片段，大家再听一次。放大声音再听一次。为什么后来说不是坠楼造成的声响？你们看这距离那么遥远，坠楼的声响有可能传到这么远吗？加上如果第一次坠楼就造成这么大的声响，于朦胧最后的身影不可能还如此完好。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一样是刚刚那支影片的另一个地方。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建筑物的高低位置，我们可以看到狗仔是将镜头对准后面第3栋拍摄的。当初影片出来的时候，谣传第3栋的位置就是阳光上东18号。我们来看一下阳光上东的3D 图。从3D 图我们可以看到18号的左右两边是19号和17号。可以看到这3栋楼的高度很高，而在18号正对面的是楼层数更低的15号和16号。但我们从影片可以看到，第3栋的位置明显和前面2栋是一样高的。加上有网友实地去走访，确实狗仔偷拍的影片不太像是18号的坠楼现场。但也有网友说，有没有可能是在其他栋别拍摄的？或许也有这个可能。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只有30万画素的影片显示，影片一开始的房间的灯是亮着的，之后灯关掉了。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影片这边有断点，在影片显示关灯的画面时，画面其实有断点了一下，或许中间有被剪辑一些画面，所以不知道相隔多久后才出现巨大声响。接着网络上又出现一张疑似小区居民的对话截图，小区居民说真的有很大的声响，但物业也就是保全说有一户在乱丢东西，不要理会，这声响可以传这么远，他是丢整台冰箱吗？后来不是有谣传说这个声响是枪声，因为声响真的传太远，我本来开始也怀疑是枪声，但后来又觉得会不会是鞭炮声，更多影片又出现了，而这些影片无法确认是否跟于朦胧坠楼事件有直接关联，但都是在这事件后陆陆续续出现的，甚至还有些类似之处。第一个影片是谣传对面的邻居拍下的画面，你可以听到有男有女在喊叫，我其实听不太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网络上有出现字幕版的，我们再看一次有字幕版的。首先老实说，字幕版我自己听起来的确有些相像，但未必真的就如字幕一样的内容。第二，后来有网友说这不是坠楼的那个小区，于是我自己也去比对了一下，坐标位置就是于朦胧坠楼的18号栋别，对比了一下道路也是一样的有岔路。我们对比一下上一集有出现过的影片，谣传是于朦胧小区居民出来查看的影片，你们看一下影片右边是事发的18号楼。正前方是警车停车处。18号楼的正对面还有一栋楼，中间是没有车道，只有草皮和石砖道路。从地图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18号对面是15号楼。再看一下阳光上东的平面图，
有车道可行驶的地方，只有在19号楼前方的黄色线红框处为车道尽头。这也解释了从刚刚影片中看到的警车停的有点距离，所以可以确认刚刚有男生和女生尖叫的影片不是阳光上东。此时有网友说会不会影片是假的，但声音是真的呢？接着第二支影片出来了。我们可以听到是2大声的声响。再来是第3个影片。刚才就看见有人在吵架呀，走了。这次则是男女争吵声和超大声响。这4个影片都在于朦胧事件发生后陆陆续续出现的，无法确认是否跟此事件有关联，但它们之间却有着相似的内容。而我刚刚说到有关于小区大量抛售的恐怖谣传，就是因为接下来这支影片的出现，将它们串联成那个恐怖的谣言。因为谣传这影片是在于朦胧坠楼小区拍摄的，这影片我有提高音量，所以可能会觉得稍微变大声。从影片中可以听到2个女生似乎在呼喊着叫谁快逃，还有一个男生很凶的喊着不许动。这影片跟一开始有插入的那个影片一样，有男有女在争吵，也有讲到快逃，还有个男生喊着听起来像福利的发音。于朦胧的狗狗名称也叫做福利，怎么这么刚好发音一样？而这恐怖的谣传就是这些喊着快逃的女生们，她们是要去解救于朦胧，但最后不幸遭遇到枪击。这2声巨大的声响就是枪声。我得说这个谣传有点太超过了，但此时又以一个影片出现了，也就是这个影片的出现让大众又更认为那个关于枪击的谣传很有可能是真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嘶吼声中藏着致命细节。9月25日凌晨，住在于朦胧事发楼栋斜对面的邻居朝阳区打工人小吴发布了一条带视频的长文，标题直白：为什么大众更觉得恐怖谣言是真的？因为影片旁白说是于朦胧坠楼小区的邻居发文的。但这影片有着许多奇怪的疑点。第一，如果真的要枪击前来帮忙的小区居民，不是应该越低调越好吗？但你们看这现场至少有将近10个人，有谁要灭口还搞得人尽皆知的感觉？再来，我们来看第2个，刚刚影片的旁白说到这支影片是于朦胧坠楼那栋斜对面的邻居拍到的。我们先记得这影片中的外观墙面设计，那个快掉下去的人是掉在转角处。我们再看一下于朦胧坠楼那栋的外观。有发现到吗？这2个建筑物的外观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影片有很大几率跟于朦胧事件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说最早出现的狗仔影片有巨大声响，而接下来连续出现的3支影片不是有巨大声响，就是有吵闹声，或是2者都有，这一切会不会都只是刚好而已？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如果想买房子，一定要去实地走访那房子附近的邻居，因为他们什么都知道，尤其是7大爷8大姑，他们的眼睛堪比孙悟空火眼金睛。但于朦胧事件最让我个人奇怪的一点是，从他坠楼到现在，却只有一位疑似八卦博主访问小区居民的影片。照理说，其他的八卦博主应该也都会想拿到这一则消息，加上小区居民或多或少应该也都会上网发文。如果是因为怕房价暴跌，我可以理解，但总户数2483户，这当中真的都没有人上网分享事情经过吗？于朦胧吗？是于朦胧吗？最近啊？哦，那你是网上你看了？我网上看了。对，我也是我朋友发给我的。这是我们家对面，他上去讲33、40米桃花那个。哦，哎，这是这个口子吗？这是这个口子吗？那个那个布挤过来，那个挤过来的，那个是纱窗是吧？对，纱窗，那就因为纱窗，因为是开不了的，哦，因为开不了的，然后把那个人都不知道怎么。是喝醉了吗？我估计是喝多了吗？喝多酒？喝醉了？有可能。那他抢救了吗？谁他抢救过来了。之前大家说就是于朦胧，就跳下来了吧？刚抢救死了。对，谁就把那里放在那里。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对，在这里看到了吗？哎呀，早上5点多11分，所以那个他前面发现了，他就在那喊说，他说喜酒桌一个人，他就没管就走了，还去车站不练过。那刚才有一个不少没有，净装我摆完了，我亲手能看到这个人。
然后我朋友就又去牵那阿拉斯加，他就又溜了一圈，他只有1-20分钟，他就回来溜得快，他10多分钟就5点半才回来的嘛。他回来的那狗，他的眼睛不行，他的眼睛不像我，他眼睛不好。那狗那就闻出血腥味，狗就就往那儿捞，他就把它拉到那儿来，他就转过去一看，哇，嘴里还是血，地上一滩血。然后他才叫这里面的保安和那些，他都没说把120关键他直接把120。哎呀，后来这些保安才把这120多。我来的时候呢，又是6点过了，我就不用去这儿了，我叫我累过了，那么不是就爱会短下去，就到处问。后来终于问了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某人，我就今天刚刚跟我朋友说，我你上热搜了，只能说你真没上热搜。好苦哦。是都能跳了吗？就是那我觉得他有可能像这种。我可能回答我对了，有可能是我刚才看了这地方看不了。对啊，我也感觉是草车换的。他那个是他说破了，他说破了，就是3个多。可能就是草车换的，我跟你说。总而言之就是有的事他也没想太多。你在这知道吗？不要说。是的。大概老太太大概是什么时候？5点10分左右。5点半啊，我叫朋友来给你好像有事。你介绍的吗？我朋友听看见朋友在那边。那另外一个朋友下来说这个狮子是他的朋友，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他说你跟我自己盖上嘛，他就把衣服给他盖上面。你看这狮子还穿得清清爽爽的，穿得好好。他说完了我给大家快速汇整一下重点：第一，只要阿姨想知道的事情，她一定要问到；第二，当时于朦胧被大家发现时，一位自称是于朦胧的朋友说躺在地上的就是于朦胧，而那位朋友还脱下自己的上衣盖住于朦胧的脸。再来是这支影片的下半部。窗户怎么就是了？打不开的，对啊，那窗户打不开的，里面打不开。打得开，打得开吗？那窗户轻轻就打开了，我们都打不开。我老干这事。那他为什么还把这个纱窗起破能打开？对啊，我在里面试了不好打。他有纱窗，你们没打会？我们不会打哦。出来了，你拿了纱窗就下去了，哦，是吧？没有纱，有的是打开的。那我们来汇整一下小区居民的访问。和上一集大家已知道的事情再深入讨论一下。第一，假设真的就如小区居民谣传的，于朦胧是因为喝酒自行打开窗户坠楼的，那首先他必须得打开2扇窗户，而第2扇的纱窗还是非常难打开的。先说下，如果是微醺是不用从窗户下楼的，你可以搭电梯，但如果是喝忙了，需要技巧的开窗也很难办到。小区居民的访问中就有男生说连他都开不了。当然，如果是像那位阿姨一样是魔法阿嬷，当然另当别论。但也如那影片中男生说的一样，如果你都会开窗了，你还需要去挤破纱窗吗？当然，我们非专业人士，一切都是猜想。第二，那关于喝酒这件事情，我们来回顾一下官方的说法，就是那个已注销的工作室发出妈妈的声明，他妈妈在9月16号，也就是事发5天后，首次证实于朦胧是因为喝酒坠楼的。这边我有个奇怪的疑点，因为一般来说，不管是不是明星，大家都想要走的体面，只需要说他是因为意外坠楼就好。当然，我也能理解，因为当时谣言满天飞，他妈妈可能不希望大家再有过多猜测去伤及无辜的人。但奇怪的地方就在于5天这个数字，酒精检测需要1到3天，除了酒精以外，还需要其他的毒物检测，需要再加7天，至少单以酒精加上毒物检测来看，至少得需要8天。而工作室版的妈妈声明只花了5天。当然，我们要相信专业人士，但光是酒精检测这一项就需要这么久的时间，那调监视器和在场人员做笔录的时间加上去后，5天真的有办法办到吗？第3点就是为什么目前只看到那一支小区居民的访谈影片，难不成是跟接下来的这3张图有关系吗？这张图是影片截图的一个片段，左右两边是盖着拇指印和不同签名的字样，字幕还写着拿了钱要画押，而这张提到了封口费。再来，你们看一下这一章的对话内容。第一，对话内容看到了于朦胧的脸；第二，有人拿钱给看到事情经过的人，让他们不要说出去；第三，跟阿姨说的一样，有个瘦瘦穿白色上衣的男子拿东西盖住于朦胧，白衣男子是在指谁？上集有说到，谣传当天在场被拍到的男子就是男编剧 Gmo， 他也穿白上衣。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个对话截图中所说的白衣男子跟现场拍到谣传是男编剧 Gmo 为同一人，而此事件又是发生在2000多户的住宅小区，离世的又是一位社群媒体有2000多万人追踪的明星。在这人手一机的时代，八卦小道消息却低调到让人觉得很意外的程度。在于朦胧坠楼后大约1个礼拜左右，曾经居住在阳光上东小区的女律师上传一段自拍的影片。我刚从全国最有名的小区15号楼搬出来，住了3年，也曾有身高1.8米左右的男性朋友来我们家做客，从窗台边往下看小区绿化。即使他醉酒了，我也丝毫不会担心他会坠楼，因为窗台足够高，纱窗足够坚固。我也去过和某楼同款的17号楼，窗台也足够高。从图片可以看到，这位女律师所说的位置示意图
以他实际居住经验来说，他从来不会担心他身高180公分的朋友喝醉后会坠楼，因为窗户够高，纱窗够稳。女律师去过的17号楼就是跟于朦胧坠楼的18号楼为同样设计。大家还记得上一集，男导演 Simo 在9月12号出事，他在9月10号晚间和女演员 Timo 的对话截图显示，他们2位在9月10号晚上相约吃饭。后来 V 怪客抓包聊天软体系统的字体没有对齐，接着换另一位谣传也在17人名单上的另一位导演 Fmo 也提出了自己的证明。这张是男导演 Fmo 在9月12当天发了一篇文章，内容我帮你们划重点。第一，他不认识于朦胧；第二，9月11号他早上7点出门，8点半搭机飞重庆。第三，他也认识刚刚提到的男导演 Simo。接着我们先将时间线快转到1个月后，来到了10月25号，男导演 Fmo 委托律师发出声明，声明附上了诸多证据，显示时间线包含了9月10号15点至9月11号22点40分，有办公室监视器画面，有住家大楼的电梯监视器画面，通知开会对话截图，还有登机证照片。但疑似有谣言说这些证据有令人质疑的地方。以下是网友在这证据底下的留言。网友说下次 P 图注意好吗？每次都这样。网友说的是那个对话截图，时间又再一次没对准了。接着我看到了监视器画面，我想他可能真的是被误会了，因为监视器画面显示他9月10号的20点02分到9月11号的早上7点34分才外出，那这样就跟于朦胧官方宣告的死亡时间9月11号和网友猜测真实的死亡时间9月10号就完全错开了。但有网友看了其中一个登机证的时间点，提出了另一个疑问：男导演 Fmo 有预定9月11号早上9点的从北京飞重庆的班机，男导演 Fmo 是在早上8点21分上飞机的。还记得电梯记录他是在早上7点34分搭电梯外出的吗？他在8点21分登上飞机。网友 B 留言，从家里到机场再到搭机只花了47分钟，请解释这个不合理的47分钟。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时间轴，来咯，上车咯。假设我们从离机场最近的住宅区出发，没塞车最快只要20分钟，但导演 Fmo 7点30分左右出门遇到早高峰，所以必须加上20分钟。接着安检过海关最快也要10分钟，北京机场又很大，出关后走到登机口最快要5到10分钟，排队登上机也要个3到5分钟，我抓最快的时间都要将近1小时，所以他只花了47分钟。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前提是他的司机得是玩命关头的唐老大，或是像 GD 或 AI 教父一样走 VIP 通道，还有搭私人飞机不用排队就有可能。我们再将时间线回到9月，接着换9月10号晚上和男导演 Simo 一起吃饭的女演员 Timo 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举动。这位女演员 Timo 转发了当初负责于朦胧案件的警察小区净网通告，帮大家回想一下。上一集我们说到，负责于朦胧案件的警局在9月21号发布净网通知，并抓了3位造谣人士。这次一样的公告，但我们来看一点不一样的。将公告放大后，我们来看一下右下角，在这社群媒体上，只要有发文，系统会自动在右下角印上属于你个人的浮水印，以此类推，只要有人转发后，转发者的浮水印会依序的并排在左边。当警察的净网公告出来后，女演员 Timo 在隔天，也就是9月22号下午12点47分，一样转发了这一篇。放大看一下，有发现到奇怪的地方吗？网友说怎么没有原 po 者的浮水印？照理说转发者应该要在左边第2顺位。不谣传，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其实浮水印是可以消除掉的，但如果只是要证明，还需要把原发文者浮水印删掉，放上自己的浮水印吗？这个又不是盗用别人的图，何必要删除别人的浮水印放上自己的？后来谣传女演员 Timo 其实一开始就拿到警方的原始公告，有网友发现当天女演员 Timo 在 W 平台发布那个只有自己浮水印的警察公告时，她在几分钟前也在小黑书发布了一样的公告。看到了吗？他这一篇竟然没有任何浮水印，这就是为什么网友谣传他是第一手拿到原始图档。因为没有浮水印，只有2种解释：第一，你自己把原发文者浮水印去掉；而第二，就是你是拿到还没上传的原始图档。而这一篇疑似被网友怀疑后，女演员 Timo 就火速在小黑书删除这一篇。如果只是谣传，何必突然删文？后来才知道，原来女演员 Timo 的背景非常雄厚，但这会有关联吗？
女演员 Timo 在9月29号发布了一篇声明，一样帮你们快速汇整。第一，她不认识于朦胧；第二，男导演 Simo 断章取义我和他的对话内容并公开，他第一时间就要求 Simo 删除，但 Simo 不听劝，所以他要告 Simo。第三，关于转发公告无浮水印，它是透过另一个平台下载的，而那边下载的版本的确无浮水印。这样来说，是不是大家都误会他了？而且部分网友也开始说，是不是准备要抛弃男导演 Simo 了？而更多的网友却开始说，这篇声明有2个用意。第一，女演员 Timo 跟男导演 Simo 私下是认识20多年的好友，他发声明的用意其实是反向操作，在替男导演 Simo 证实他们的对话是真的，只是男导演 Simo 删掉几句对话。第二，既然无浮水印是真的，为什么当初被网友质疑时，要马上删除那篇无浮水印的贴文？时隔7天后才出来解释，的确耐人寻味。接着我们在时间快转一下到10月10号，女演员 Timo 又再度发布第2次的声明。女演员 Timo 在10月10号又2度发出声明，一样帮你们快速汇整。第一，她和男导演 Simo 9月10号晚间7点到9点50左右约在宝格丽饭店的餐厅见面。第二，男导演 Simo 擅自截取并修改双方对话内容。第三，当时第一封发文被质疑没有快速出来澄清，是因为他是网路 LKK， 不熟悉网路。第四，他质疑为何男导演 Simo 要删除对话内容那一句“我在处理事情”，并在发文中附上了几个证明。第一，他和男导演 Simo 的真实对话录影。第二是他自行比对双方的对话内容差异。第三个是宝格丽餐厅的消费收据。第四则是付款证明。既然有录影了，那就不存在对话作假的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对话截图。这是女演员 Timo 自己的对话截图，并将2处对话用红框框起来，一样帮你们快速重点。第一，左上方的红框显示他们约在宝格丽餐厅见面，右下方的红框显示男导演 Simo 有说一句“我在处理事情”。接着我们看一下男导演 Simo 的对话截图，显示男导演 Simo 发出的对话截图并无这一句“我在处理事情”。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女演员 Timo 为什么要很刻意提出男导演 Simo 删除这一句的意图？当然我能理解，如果女演员 Timo 是无辜的，她必须转移大众对她的猜疑，将矛头还回去那个让她深陷舆论压力的男导演 Simo。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他提供另一张餐厅收据的截图，以及当时的付款证明。我想这些证据就足够证明女演员 Timo 真的是无辜的。直到网友发现北京宝格丽的高档餐厅销售收据，同样的餐厅为什么收据长得不太一样？这是另一张网友找到同家餐厅的消费收据，收据显示都为英文版。而这家餐厅除了在北京以外，在上海也有。我自己也找到了上海同一家餐厅的收据，而它的收据也是英文版。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去消费过，所以不确定同一家餐厅是否有中文和英文版的选项。正常来说，高档饭店的收据不是都会统一吗？接着在同一天，也就是10月10号晚间，换男导演 Simo 发文了。因为字数太多，我直接把他说的用成时间轴，这样你们方便理解。接着网友针对他提出的这些叙述提出了一些观点。第一，警察从未明确指出于朦胧到底是什么时候坠楼的，他为什么肯定就是凌晨？第二，请问何必提及9月11号下午出席时装周？如果真的是要提出不在场证明，不是应该提出9月10号晚间到9月11号上午的不在场证明吗？当然，男导演 Simo 无需提出任何证明向大众澄清，只是既然他都要提出证明，怎么不是提出最关键的时间点？接着这篇尾端还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和女演员 Timo 双方多年的友情被伤害。而网友又指出，这场看似双方撕破脸的真相，其实是因为女演员 Timo 参与拍摄的电影要上映了，她必须尽快演出一场撕破脸剧情，应该不会这么大费周章吧？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真的在10月12号就有女演员 Timo 的新片电影的首映会，正式上映日期为10月16号。从上集到目前为止，网络上曾出现的17人名单中，已有9人被提出，但目前尚未见任何经官方证实的公开资讯。目前仅记录讨论，不做任何实质指控。而自从注意这事件后，我开始想要更深入了解于朦胧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上一集有说到，我去查找于朦胧的相关影片时，第一个出现的影片就是那个他不断扶起跌倒的粉丝。但我更想了解他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在于朦胧坠楼后，有网友联系上于朦胧的国中老师，我们来听听老师对于他的评价。
知道这个消息呢，是我的孩子回来，告诉我，说你的学生出事了。然后我说是谁呀？因为教的学生很多嘛，一生要教好多学生，我说是谁呀？他说了名字，然后我就上网去搜，从我搜的那天开始，那个应该是12号吧，11号还是12号，然后我搜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停下来过，因为呢，我看到了有网友放上去他的初中毕业照，他的中学毕业照，他在第2排站着。然后我们老师在第1排坐着，然后我就说这是我的学生，我还记得他的英语学得特别好，他的理科呢要差一点，但是呢，有时候把他叫到办公室去，提到他的作业做得不好的时候，他总是笑眯眯的，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狠话去批评他，因为他总是那样温和的。他不是那样调皮的啊！我才知道，原来小时候的你不调皮，很温和，连老师都舍不得骂你。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人，对着动物毛发过敏。同学聚会在他家，他一定会第一个到房间里去把狗抱到小卧室放着，完美主义者。06年的时候去北京参加大赛，当时大家都10来岁嘛，在决赛当中呢，他有点紧张，忘记走位了，结果我们就没有得最高奖，他一直回来，一直1年多吧，他一直就觉得很遗憾。04年，我们在这个新疆艺术学院的中专部影视戏剧表演专业，于朦胧是乌鲁木齐本地孩子，他平时呢也很照顾我们这些外地的娃娃。我们住校嘛，他走读嘛，他也有时候还给我们带点他妈做的饭。于朦胧他是生活中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人，他从小就很精致，而且学校喜欢他的女生就特别多，总之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这么多年，实话实说，很多人也会忘记了过去的同学呀，身边的发小。于朦胧不是，我们啥时候一联系，第一时间他都很热情。我从来都不是你的粉丝，但我看过，如果粉丝手机对着艺人拍太近，有些艺人会觉得感到冒犯，甚至出言制止。但我没有一次看过于朦胧生气过。对于拿手机太靠近拍照的这件事，粉丝其实也有问他，就想问你脾气怎么那么好，怼脸拍也不生气？为什么要生气？而你和粉丝相处就像邻家大哥哥一样，没有距离。没有关系，只要你天天开开心心的，然后休息的时候。还没上台，还不知道。朦胧从机场出来这边出场站楼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被风吹到，感觉到很爽。我觉得不冷吧？这里有个小插曲，本来路人大爷可能因为粉丝挡住去路而生气。哎呦我去！哎呦我去！结果大爷是要赞美于朦胧太帅了。我当时看到一个采访，我觉得他真的很有风度。当时因为选秀的关系，选手们都必须24小时住在一起，而其中有一位选手趁于朦胧睡着时，偷拍他的睡相放到网络上，那个睡相还不太好看。当主持人说他也可以趁这次访谈爆料一下，趁机报复回去，但于朦胧却什么都没有说，留个体面给对方。这时候的他也才25岁而已，觉得特别过瘾。是，而且你不是本来有一个小习惯，就是喜欢睁着眼、张着嘴睡觉吗？可以把这个放在那个剧情当中。这也太惨了，这个被。这是谁爆出来的？于田是不是？还是谁？范世琦。好像是范世琦，对。范世琦。可是大家好奇的是，这是真的吗？我自己不知道，因为睡着的时候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拍下来要留个纪念？我后来好像听说在崇岛的那个24小时监控，对，真的好像有一张嘴睡觉，就像死尸一样。对，这是唯一被他们爆出来的小毛病。还好被爆料的不多。可是你今天是10强第一个来这里的，你要爆一下他们的料。
落下他们的料啊。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怪异的小毛病，类似于张嘴、睁眼睡觉这样？欧豪有吗？欧豪没有哎，欧豪是一个完美偶像。洋洋。洋洋。洋洋也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对。那饶威呢？饶威就是一个阳光大男生。你是一个不争不抢的人，但对于梦想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去怎么说争强好胜的人。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年少的时候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你从不掩饰自己有感情细腻或对未知感到害怕的情绪，非常真诚。每个人出现很好看，很好看，因为能让我感动、感到兴奋的这么好的配合很少。就特别紧张，就会觉得自己背负着我们组的责任，压力就会特别大。准备好，准备好，不要着急出球。不。面对任何未知的挑战，你永远的是全力以赴。从各个和你一起录制节目的人对你的评价都是，于朦胧做任何事都努力到让人感动，即便那个是他不擅长的事情。感觉像在运动员里面的养成系，是不是？对，他真的哪个项目都是一张白纸，然后就是那种韧劲儿去学习它，然后到最后真的能划出个样来，能搞出个样子来，都挺好的。我觉得朦胧今天的表现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的，包括他最后我们抢旗的那一环节，他真的是就是因为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我们要尽可能的去用尽我们的全力去拿到每一分每一个旗。他跑成那样，而且在这么冷的天，而且他还没有滑过这个单板，那一刻挺让我感动。也没有说多不容易，最不容易的其实是真的是朦胧，是吧？这个他利用拍戏的空档去学习，因为到了之前很多天他都是利用交通时间在睡觉。朦胧今天感觉怎么样？刚才我觉得就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好。觉得挺开心的，我希望大家也开心吧。我在一个节目有注意到，当主持人要于朦胧叫粉丝姐姐的时候，她的回答让我觉得非常尊重女性。喜欢我的才华，才华粉。那我觉得我肯定是姐姐粉吧，这个人比你大很多那种。能介绍姐姐粉吗？当然。那现在叫成姐姐了。你会开心吗？我会开心，只要是你说出来的，我多开心。小姐姐。这影片里于朦胧是先询问粉丝意愿，被叫声姐姐会不会不开心，确认后才加上小姐姐的称呼。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她既细心又尊重别人。如果说刚刚那些都是台面上的话，我们来看看跟于朦胧合作过的工作人员，或是有一起演戏过的人对她的评价。网络上有非常多和于朦胧合作过的人分享的文章，几乎都是很好的评价。这一篇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这位工作人员说，在多数艺人眼中，他们只是工作人员而已，而于朦胧却很细心地注意到他们。再来是合作过的演员分享他自己要拍一场跪下的场面，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选择不带护膝，而于朦胧却坚持要等那位演员带好护膝保护好。你在2018年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一段心得，我本也相信努力善良的人总会平安幸福过一生，
可天不从人愿。他的事件我一路跟进到9月底时，出现了越来越多更黑暗的谣传，有些谣传的音档是连我这个胆子很大的人都会震撼到的。在于朦胧9月11号坠楼后，不是也出现了一个倒挂在窗边的呼喊声影片吗？有人说那个是于朦胧的哭声，后来也有人说其实那是外送员的哭喊声。而其实在事发没多久后，有一位网友就将于朦胧的声音和外送员哭喊声的影片去做声纹比较。我给大家做一下专业的分析，就是声纹的对比。之前有很多人说，他在高楼的时候那个不是他的声音，是什么外卖员的声音啊，是什么合成的呀？包括警方他们所谓的辟谣。那么今天我就要挑战他们啊，挑战他们。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文件打开，看一下。那么先听下这个于朦胧平时录节目他说话的声音，请听。不是 PK， 也不是有两个对话的那个。再听一下现场的，大概。主要是分析前5秒啊。现在我们把 FL Studio 打开，接着分析。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们说清楚啊，就是现在网络里面有一部分人啊，他们混在你们粉丝里面，就是故意在放一些假消息和假视频，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注意啊。假消息包括假视频这些，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中招啊。好，现在把这个音频拖进去。现场这个给它设个2个轨道。吉他的中频和高频基本都一致的，这就是于朦胧的声音。经基础频谱对比，外送员的哭喊声和于朦胧声音的高低频结构上存在相似的特征，但毕竟这是基础分析，并非专业分析。9月底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疑似 TG 群组的一个音档，而这个音档就是让我震撼到的第一个。数到3，我会开始播放。3、2、1。没鸡巴打死你就不错了，他妈忍着点吧，没鸡巴事儿。大男人他妈流点血算鸡巴什么？这音档其实长达1分多钟，不论里面中哭喊的是谁，任何人都不应该遇到那样的遭遇。当听到这样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连胆子大的我都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不安情绪。而影片一开始，一个男生嘴里说着没鸡巴事，大男人流点血没什么鸡巴事。有网友自行用网络声纹检测去比对，参照组就是和于朦胧因参加比赛而认识10多年的男歌手 FMO。网友测出为同一个人的比率高达 99.57%， 但我必须说这个不是专业的声纹检测，所以这个并不能证实影片中说着没鸡巴事的男子和男歌手 FMO 为同一个人，但至少我可以确认那个哭喊的男子经历了非常恐怖的折磨，而他的哭喊声听起来跟上一集那个外送员的哭喊声为什么也这么相像。接着另一个影片又出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一开始就谣传那个被拖在地板上的男子就是于朦胧。老实说，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没有人会光明正大的放出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加上画面是黑白色，隐约可以看清五官，不能代表说那个被拖行的男子就是于朦胧。而没过多久，就有人出来说了，这个其实是密室逃脱游戏的画面，当时被拖行的男子影片就是被放账号位置置顶的第一个。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玩法，真的都是蛮刺激的。
很多都有像这样的肢体接触。而被拖行这个影片是在今年的8月22号上传的，而我们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这影片是在今年的4月9号的时候。但突然有网友开始发现了奇怪的事情，在于朦胧去世之后，他的小黑书账号的某些照片被偷偷删掉了。这是去年2月8号他上传的照片，再来是去年的2月25号。其实这中间还有一张2月10号的贴文。为什么要删除某些特定照片？有网友说是因为被拖行的那个男子身形跟这一张照片非常类似，所以被删除了。接着我开始发现，当某些谣传出来时，只要在于朦胧自己的社群媒体上看似和谣传有那么奇怪的相似之处时，那些照片都会一一被删除。是因为要制止谣言吗？那又是家人或谁拿了他的手机去删除这些和谣言有奇怪相似之处的照片呢？再来突然有更清晰的截图出来，而网友也比对了头发、鬓角和脸型，看起来是有那么相似的轮廓和鬓角，但不能因为轮廓相像就判定是于朦胧。而说也奇怪，这个密室逃脱在事件发酵后，突然将账号锁了起来，没过多久有开放账号，而那个谣传被拖行的男子是于朦胧的那个影片，却也删除了。后来网友又发现到一件事情，在于朦胧生前最后一场直播是4月19号，而在这场直播中，于朦胧的下嘴唇似乎有一个蛮大的伤痕。朦胧的粉丝在微博也发说啊，我于朦胧去了，下个星不通，期待。你自己在朦胧自己在得到粉丝们的期待的时候，自己又不能解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情？行不通的心情，无奈的心情。开播，你们传吧，到时候看你们就知道了。对，到时候大家看就知道了。我前2天看到一个就是那个弹幕啊，写就是网友的真实回复。这影片有50多分钟，我自己也有去看，其实嘴唇的伤痕的确是有点明显。而这场直播其实还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会在之后分析给大家听。还记得传言那个被拖行的男子吗？当时的时间是4月9号，直播是在10天后。那个嘴唇的伤口会不会只是巧合而已？大家还记得于朦胧生前有养2只狗狗，福利和火腿。福利和火腿的打呼声，这是福利的。这是火腿的。Oh no！ 当时在 TG 的群组音档中，除了听到男子的哭喊声以外，也可以清楚听到狗狗的喊叫声。当时全网炸开谣传狗狗其实也不在了，直到一位和于朦胧共事过的前同事 W 女，于9月22号在自己的社群媒体发文说，2只小狗都好好的，不要去相信谣言。但此时又一个奇怪的影片出现了，数到3我会开始播放，3、2、1。笑死我了！老实说，当时我听起来那个男子喊的就是福利和火腿的发音，所以我第一联想到的就是他的狗狗被伤害了，因为他喊着好多血，最后还说着我要杀了你，你杀了我的。但直到我看到一个东西，让我觉得会不会这影片是假的？你们看一下这个抽油烟机。接着再看于朦胧在自家厨房直播的影片，紧张又尴尬。当时我看到抽油烟机外形不同时，我就觉得不是他，但全网又2次炸开，因为影片的确有提到一样的发音福利和火腿，所以有人说会不会其实影片和音档是不一样的。此时那位前同事 W 女又在那支影片传开后2度再发文，她再一次跟大众说狗狗都很好，但无法跟大众透露是谁领养的。既然这位前同事 W 女都这样说了，我想那个影片应该真的不是于朦胧的哭喊声。接着有网友找到这个影片的发文者，这个影片的标题是说他搬来的第2天就听到有人在哀嚎，发文时间为今年的6月1号。
IP 位置是在上海，而于朦胧在6月份还是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但有网友发现他在6月份时疑似暴瘦。即便是这样，我想那个哭喊的影片应该真的不是他。直到一份声纹检测报告出现在大众的视野，有位网友在网络上分享了他花钱请人做的声纹检测，而这是购买记录，他总共花费新台币7000多元。这位网友除了购买最高等级的方案，甚至又多花钱再加急件，接着又再多给小费，必须得给这位网友点个赞。而这个网站我自己也去搜寻了一下，这个网站是全世界知名的自由接案平台之一，属于国际1等级的平台。很多人用它来找剪辑、配音、资料分析以及声音比对和技术分析。我们再回来看这一张声纹检测报告。首先，接案者使用的是一个名叫 Amp Authenticate， 这是一家意大利专业数位鉴定软体公司，它旗下的软体就有分照片、影像真伪鉴定、声音和影像同步分析对比多项检测软体。使用者有来自警政单位、检调机构、新闻调查单位，也如他们官网所说的一样，他们的软体是不会向一般的消费者贩售，只有对执法部门和经认证过的专业人士使用。网友提供的参照声音档案用的是这个影片。光顾着看直播，那昨天有没有看剧啊？这不是黑色哦，这是蓝色。用来对比这影片中的哭喊声是否为于朦胧。红框处的检测项目是国际声学与法庭声音鉴定领域通用的标准分析参数，绿色底是于朦胧直播的影片参数，红色底为网友拍到厨房哭喊声的参数。我们来看最重要的参数就好，每一个都讲解的话，这影片长度都要赶上《阿凡达》了。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F1 和 F2， 这边看的是声道结构和口腔共振，这个是最不容易被情绪、哭喊、距离影响的，而这2支影片的指标高度接近。再来是看音高稳定度，这是看声带振动是否稳定，属于发声机制层级，伪装和模仿很难做到一样，而数值一样是很接近。报告结尾的总结是，这2段声音在本质上的发声特征非常一致，至于听起来高低声或大小声的差别，是因为当时的录音环境和情绪状态不同造成的，不是因为换了一个人。因此，可以高度推论这2段录音很有可能是由同一个人所发出的。虽然他用的软体和司法机关为同一个软体，但他仍属于非司法鉴定。当初这个外送员哭喊声影片出现时，在同一个影片当中，其中的一段话却有许多人听到不同的版本。我听过第一个是玩死我也不受你们威胁，第二个版本是我自25岁就受你们威胁。但其实这2个真的太相像了。当我反复去听的时候，我听到的比较像第一个，玩死我也不受你们威胁。但要说是巧合吗？因为众多网友听到的25岁那句怎么这么刚好？因为于朦胧正是在25岁参加选秀时，被经纪公司看上签约，开启长达12年的演艺生涯。我们再听一次那一段。我知道我儿子了，我再不受你威胁。于朦胧曾多次说过，他最欣赏的女艺人是周迅。肉大的可以，5岁，8岁可以。啊，真的可以啊，因为我喜欢周迅。那你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周迅。作为女导，如果有机会导戏，不考虑实际剧本，会分别请谁来演男女主？周迅演女主，我演男主。而演员周迅在众多作品中，电影《风声》是最被大众熟知，也是最能代表她演技巅峰的角色之一。这是一部在战乱环境下的谍战电影，而周迅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名称为顾小梦，她的身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情报员。而顾小梦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局。当敌军发现有内鬼时，顾小梦必须在无法向外界传递讯息的情况下，将事机败露的讯息传递给我方，而唯一传递的方法就是透过他的牺牲。他将其中一份关键讯息缝在内衣里，随着他的死亡，那些讯息才能一并被带出去。你知道吗？你的确是一个很出色的头。在9月底时，有 V 怪客挖出疑似为于朦胧生前的相关地址，而快递名称的收件人姓名就叫顾小梦。而谣传于朦胧在最后一刻，即便哭喊声撕心裂肺，他也从未屈服。而电影的主题曲也叫《风声》，
而那个在改变于朦胧一生的歌唱选秀比赛中，他在败部复活赛所表演的歌曲就是《风声》。走漏风声，爱你却比死更冷，灿烂却是尽黄昏。而歌词最后那一句“灿烂却是近黄昏”，仿佛也成了你最后的写照。你在2024年和大家分享最后一场雪，而今年10月在你的家乡乌鲁木齐下起了初雪，而我们却再也看不到你的分享。而这一篇贴文在你离开后也被删除了。你曾经踏足西藏，并将旅程记录成短片和我们分享。西藏有一个地方名叫冈仁波齐转山，它是西藏最知名的徒步路线之一。这个山徒步的最高点是海拔5600多公尺的卓玛拉垭口，而这里也被称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在这附近有一块名为往生石的圣石，人们会将逝去的亲人照片贴在往生石上，来表达思念和祈愿逝者安息解脱。今年5月，你和我们分享了你拍的撕拉片，我也有存在我的手机里，而我从没想过有一天那张照片会出现在这块圣石上。